主席、各位官员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我要谈的是，假使我们的医护环境没有改善，那昨天赖总统所说的社会防卫韧性，就是在打假球。昨天赖总统推动了3大委员会之一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开会了，聚焦5大主轴。第一个是民力的训练，第二个是战略物资还有维生配送，第3个是能源以及关键的基础建设，第4个是卫福医疗以及避难设施，第5个是资通还有运输以及金融网络安全。我相信保家卫国全民有责，过去不论是发生任何天灾，我们台湾人都是团结一心，携手共度难关。但是近年来政府疏于改善医护的环境，造成诸多的纷争和问题。身为医事人员代表的我，必须很严肃地说，如果未来发生大规模的天灾，或是不幸出现了战争，在这5大主轴中的社福医疗还有维生系统整备这个领域，恐怕会成为最大的国安破口。根据卫福部的资料，全国医院平均护理人员空缺率自108年度的 4.5%递增到112年度的 9.1%， 空缺率是直接翻倍啊！人力短缺的问题源自于政府不愿意投入更多的医疗支出，而造成的后果就是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用脚投票就出走了。没有护理师照顾的病床，就只是一张没有用的床。关病床的新闻层出不穷。前天健保会开会开了12个小时，仍无法具体的定出如何为我们护理人员加薪的方案。这几个月来，在医院也有很多的鬼故事。塞满急诊室，而且在走廊上满是病床，还有病患必须坐在轮椅上被电击治疗等等。今年的7月，相信大家也看到了，连进行最基本的生理食盐水也大量的缺货，导致各级医疗院所哀鸿遍野，洗肾的病患求助无门，有些手术是被迫延期，后来只能用高于市价的3倍来紧急补货专案进口。到最近，我问了许许多多的医生同事们，都还没有我们大剂量的可以在我们台湾生产。这个属于战略物资，设想如果发生了区域冲突或是天灾，我们将无法维生，也缺照顾伤患的医护人员啊。所以，如果赖政府不愿意正视现在医疗现场最大的难关，前几天这个委员会都谢谢陈金威委员的发言。接下来，请登记第5号林国成委员发言。主席、各位官员、各位我们全国的同胞，大家早安！我在这里代表台湾民众党，警告我们赖总统停止绿色独裁，再一次警告我们赖皇帝停止绿色独裁。一个总统应该是要有验纪调停之功能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为了一个执政党未依法编列法律的遗漏的编列，没有想到他来下军令状。各位，总统是要调停验纪纷争的责任，可是没有想到变成赖皇帝去做这些军令状的下令。但是在这里我要告诉赖总统，其实卓院长行政团队做得还不错，请你不要把你的手
伸进国会，制造国会的混乱。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赖总统，你不要做皇帝的心态，要把五权宪法千万不要毁宪乱政的做法。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，台湾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，请你在做总统的时候要有验迹分明，该你管的你管，不该你管的不要管。所以不要自己成为总统，不像总统，变成是皇帝制，这样的话对台湾民主是没有帮助的。所以我在这里，我还要呼吁，奉劝我们赖总统，奉劝我们赖皇帝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放下你手中干预国会的自治屠刀，请你为台湾百姓来造福百姓的甘霖。所以再一次呼吁我们赖总统不要做皇帝，赖总统你千万不要做皇帝的事情，一定要有一个民主国家总统的高度，这样台湾人民才会有福祉，台湾的民主才会有希望。所以赖总统不要成为赖皇帝。所以在这里请求我们赖总统、赖皇。谢谢林国成委员的发言。报告院会现在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，我们现在休息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